英语学习系列：如何掌握英文位置介系词？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份图文解析。今天我们要来点不一样的，展开一场非常有画面感的学习之旅。我们将跟着一颗虚构的球，踏上球的奇妙旅程，透过它到处乱跑的轨迹，来帮大家彻底打通任督二脉，搞懂我们在英文里到底该怎么精准描述东西的位置。不管你是文法新手，还是想厘清那些常常卡关的空间概念，跟着这颗球准没错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直接开始吧。那么一开始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超级简单，但其实超重要的问题。你看，球到底在哪里？我们每天都在用语言描述空间，对吧？像是跟家人说钥匙放哪啦，跟同事讲文件在哪个资料夹，或者是跟朋友约在咖啡厅的哪个角落。但是要精准不模糊地讲出这些位置，我们得靠一些特定的字眼。这个看似简单的在哪里，其实就是我们大脑建立空间蓝图的第一步哦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咯。当我们在回答球在哪里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用所谓的地方介系词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课本上的文言文？但说白了，学习这些词基本上就是在学怎么画出日常物品的空间地图。它们就像是我们语言里的 GPS 导航一样，只要搞懂了，你就能精准地把任何东西定位在这个世界上。为了让大家轻松消化，今天的解析会分成5个小阶段，从最基本的空间位置开始，接着看看邻近关系、垂直与周遭环境、距离和外部界限，最后呢还会马上来个快问快答，测测你的空间直觉哦。好，首先来到第一部分，基本的空间位置，我们就专注在最常见的上方、中间跟下方。现在你在脑海里想象一下，有一颗球，还有一个纸箱。如果这颗球扑通一声掉进了箱子里面，被四周的纸板包围着，这就是 in。The ball is in the box。那如果球跳出来，乖乖停在箱子正上方，两面碰在一起，有接触到了，那就是 on。最后，如果这颗球调皮的滚进箱子正底下藏起来，那就是 under 啦。进去里面，贴在上面，躲在下面，这3个绝对是最基础的啦。接着我们顺势进入第2部分，探索邻近关系，来看看当东西在附近或旁边的时候该怎么说。如果这颗球现在跑到箱子旁边，不再是上下内外了，我们有3个超好用的词。首先是 next to， 也就是说球跟箱子紧紧挨在一起，中间完全没有障碍物。再来是 between， 这个有画面感哦。想象一下，现在有2个箱子，而球刚好卡在正中央，这就是 between。 那如果是 among 呢？想象一堆箱子散落一地，球就混在一大群箱子里面，这时候就要用 among。 也就是说啊，球旁边到底有什么，决定了你要用哪一个字。说到这里，我要特别画个重点，因为这是超级多人都会搞混的地方。Between 是专门用在2个东西之间，而 among 呢是3个或3个以上的群体。所以下次只要算一下数量，2个就选 between， 3个以上就是 among， 是不是超级好记？把这个画面印在脑海里，以后绝对不会再用错啦。好啦，再来进入第3部分，垂直空间与周遭环境。我们要把视角拉开，看看前后上下。视线继续跟着这颗球哦。要是球突然跑到箱子正前方，挡住你的视线，这就是 in front of。如果它像是玩捉迷藏一样，溜到箱子后方躲起来，那就是 behind。然后神奇的来咯，如果这颗球像是漂浮在半空中一样，在箱子的正上方，这就是 above。相反地，如果它沉下去，位置比箱子还要低，那就是 below。这4个词一加进来，我们描述空间的能力瞬间就大升级了，对吧？不过呢，这里其实点出了一个超级关键的细节。你可能会想，我们刚才不是学过 on 跟 under 了吗？现在又来个 above 跟 below， 到底差在哪？来，秘诀就在2个字，接触。如果球贴着箱子有碰到，那就是 on 和 under。但如果球是悬空漂浮，完全没有碰到箱子，那就必须用 above 跟 below。抓到这个有没有接触的精髓，你就算真正把这几个字搞懂了。
再来是第4部分，距离与外部界限。我们来看看怎么描述相对位置。当球彻底离开箱子内部，跑到外头去，我们就会用 outside。这个字不但能形容实际的空间，有时候连概念的外面也可以用哦。那如果有2颗球隔着马路互相对望，这就是 opposite， 在对面。如果球被大力金刚腿一踢，飞到操场最远的那一头，这段遥远的距离我们就用 far from。等球慢慢滚回来，靠得够近的时候，就可以说它是 near 或者 close to。这些词啊，能帮我们精准抓出球到底跑多远了。终于来到第5部分啦，光听不练可不行，我们要来测试一下你的空间技能。准备好你的直觉，快问快答，马上开始。第一题，请在脑袋里快速想一下这个画面：球在一个箱子内部，四周都被封起来，逃不掉。告诉我，这时候球在哪里？没错，就是 in the box。超级本，对吧？这是最常用来形容封闭空间的词。热身完毕，我们赶快下一题。第2题，想象你盯着箱子看，但那颗球远在天边的地平线上，中间隔了超级长的一段距离，这时候该用哪个词？答对了，就是 far from the box， 用来形容这种遥不可及的距离刚刚好。太棒了，继续保持这个节奏哦。再来，想象现在出现了2个箱子，记住哦，就只有2个，然后球舒服地卡在正中间。回想一下我们刚才强调过的数量规则，太完美了，就是 between the boxes。因为很明确就是2个东西，所以我们毫不犹豫选 between， 绝对不是 among， 表现得很好。我们来看最后一题。这题要仔细听线索，球的位置比箱子还要低，但是重点来了，它们之间完全没有碰在一起，中间是有空气的，千万别掉进陷阱咯。就是这样，答案是 below the box， 因为没有碰到，所以绝对不能用 under， 必须用 below。如果这题你秒答出来，代表你已经完全吸收了接触和无接触的那个关键差异了，真的要给自己拍拍手。在今天的解析结束前，我们来快速瞄一眼这张终极的空间地图作弊小抄。我们从最根本的 in, on, under 暖身，一路扩展到邻近关系的 next to, between, among， 然后学会了垂直视角的 in front of, behind, above, below， 最后还掌握了拉开距离的 outside, opposite, far from, near。这整个工具箱现在都交给你啦，这就是让你大师级描述物理空间的秘密武器。随着这颗球的旅途来到尾声，我想把一个小小的挑战留给你们。既然你现在大脑里已经装好了这套空间规则，明天一早，当你需要告诉别人东西在哪里的时候，你会怎么用这些精准的词来描述你的世界呢？试着在日常生活中多观察一下身边的物品，在心里默默用这些介系词帮他们做个标记。相信我，你会发现眼前的世界突然变得立体又清晰。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看这份图文解析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